安迪是小三儿，骗男人钱财。我一听，我震惊了，我不敢相信啊。对呀，他人我是见过的，看上去挺清纯的，不像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人。我马上派人调查，说魏太太前阵子跑到他公司里去打小三儿，在那之前，魏国强也五次三番的去公司里，还很狼狈的从他办公室里出来。妈，您一定要相信您最初的印象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！这事儿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。等回头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我再跟您解释，好吧？我不听解释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：安迪和那个魏国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是我，魏国强为什么把那么一大笔的遗产转到他手里？不是我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不是说，除了安迪是他的情人，还有别的解释吗？不是什么情人呢？这个安迪太有心机了，跟我见面装清纯，跟我握个手吧，还装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转手就在魏国强那儿捞了一大把。像这样的女人，要是迈进了咱包家的门，还不把咱们的家产全挖空啊？不是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他不是装清纯，他就是清纯。那遗产那是何老爷子留给安迪的，跟魏国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在乎咱们家钱呢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安迪他有的是钱，他不在乎咱们家仨瓜俩枣的。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怎么不是你儿子了？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去年安迪回国的吧？那个何老先生知道他是谁呀？哼，前几年有几个小妖精勾引你爸爸，他们为了钱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怎么又说这事？对这些捞女，大钱小钱都是钱。别拿那些女孩跟安迪比，她不一样，她不是捞女。行，就算我看走眼了，她谭宗明不会看走眼吗？安迪是谭宗明从美国华尔街高薪聘请回来的 CFO。有几个女孩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坐上高位的？她有吧？那个安迪看上去能力超群，是个金领。背后你了解他吗？他跟那个谭总是什么关系？有没有猫腻？为什么谭总那么器重他？他可比别的小姑娘玩得深。不是妈，您越说越离谱了啊！安迪不是您说的那种女孩。咱俩这样，咱绕回来说魏太太。魏太太是一心想得到遗产，结果泡汤了。她现在丧心病狂，失去理智。她只要能重伤安迪，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她的话不可信。我不信她，信安迪。当然了，像安迪这种女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过分了啊！好，那你听我的话，跟她断绝往来。宝宝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5迷3道的上那个狐狸精的当吗？什么狐狸精啊？什么狐狸精啊？怎么？什么怎么？你为了他要跟我吵架呀？我跟你吵什么？我跟你吵。你不正跟我吵架呢吗？不是妈，我请你别一口一个狐狸精，一口一个狐狸精的，行吗？您侮辱安迪的同时，等于侮辱您儿子。安迪对于我来讲特别重要，我爱她，我了解她，她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。再有一点，您搞清楚了，是我一直对她死缠烂打，不是她追我。我请您尊重她，也尊重我，别做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尊重你。下班了。我儿子现在很为难，我想呢，还是我主动上门，跟你来解除误会，免得我儿子夹在中间，影响工作和休息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俩坐下来好好的谈谈。可是今天晚饭我已经有约了。哟，真是不巧，你已经又约好饭局了。那这样，那我就随便在附近吃一点东西，等你们吃完饭，我们继续聊。我儿子怪我今天要是不道歉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我先送您回酒店休息。走吧。楠楠啊，我们两个，一个是中国传统思想，一个是西方年轻人的思想。昨天晚上我想来想去，我们两个是思想不同，有了矛盾。楠楠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儿娶媳妇结婚，哎，讲究特别多，双方父母要见面，
还要请算命先生给2个新人测八字，八字合了才能天长地久。这一切啊，都是透明的。我们2个有了矛盾，有了冲突，最为难的还是我儿子。都说母爱最无私、最伟大。为了儿子，我可以改变我的思想，和你呢多沟通、多交流。有了沟通和交流呢，我就知道你们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了。包玉凡有说要跟我结婚吗？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件事情。你跟我儿子谈恋爱，不为结婚，为什么？这个可能又有中西方冲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因为我怕我中文表达不够好，不然您还是去问包一凡吧。你们俩不结婚，你不想嫁给我儿子？这很难理解吗？结婚很麻烦的，比如财产问题，需要清点婚前财产，还需要签婚前财产协议。我在国外有些资产，在国内也刚刚继承部分遗产。清点的工作需要交给专门的会计师来完成。不过我这方面还好，包一凡不一样，你们是家族企业，也不是上市公司，你们的财产都是混在一起的。包一凡的婚前财产需要清点起来，应该比较困难。你就是为了这个？不全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您需要了解的是，如果我跟包一凡结了婚，他婚后的收入将与我共同拥有，这就涉及到2个问题：一是要明确包一凡他的一个资产份额和收入，不光是作为经理人的收入，还有他的资产增值的部分；二是你们未必愿意我来平分包一凡的婚后收入，所以即便我跟他结婚，在你们眼里我依然是个外人。所以在签署婚前协议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设置好万全之策。可是那样带有歧视性的婚前协议我是不会签的。与其这样麻烦，干脆不要结婚。结婚，你有保障能得到我儿子的财产，就算我们不放手，多多少少呢，你也能得到些，这个数目还是不小的。不结婚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名声也不好听啊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我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必要跟别人解释啊。再说对我而言，婚姻是感情的归属，如果被人为的增加太多的附加条件，让感情不纯粹，我宁可不结婚。不结婚，男人说变就变，这话20多岁姑娘说出口，我信。你都这个年龄了，说出来，我不信。没关系，就当是新旧观念交流吧。我看你跟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不变。是这家酒店吗？好像到了。怎么什么都不对？怎么什么都乏味？在你我之间白色的花钱。颜色很想去瞧瞧。要不你花钱，要不我花钱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对，出卖。请你走吧，请你走吧，没错，走吧。怎么我什么都不会？怎么我什么都不配？怎么你依然还在我身边相陪？怎么你还没有去睡？怎么你从
怎么了？可能要跟包子分手。因为他妈妈。他把我跟魏国强的关系告诉他妈。你包太太的势力一定会跟魏国强搭上线。到时候，我不知道他顺藤摸瓜还会查出些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真的很生气啊。我跟他说，要不你跟你妈划线，要不跟我划线。然后，所以，现在你请我来当你的情感顾问。不好意思，我提醒你，你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男人他妈妈和女朋友同时落在水里，到底先救哪一个？太苛刻了。我知道。可是，包太太，她查人家的隐私，她毫无底线的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我还能够接受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任何妥协，你懂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比起魏魏，他更能承受？你干嘛要提他？其实说实话，是我自己不能承受。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？难道想让我帮着你说服你自己？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寂寞在沙滩游走，停在空中的双手，乱了心跳的节奏，失落随呼吸回头，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。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，请你走吧。错过机会向你伸手，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有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紧紧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。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的邂逅？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，为我等候，总是错过机会向你伸手。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有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紧紧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。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
默的邂逅，邂逅。主任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没和你商量的前提下擅自做主，把那么大的秘密给泄露出去，脑袋里简直有屎。可是你态度未免太坚决了吧？这让我很伤心。再加上你跟我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。确实没有啊。哦，好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，哪怕撇我一下？有好听的，我也想跟你道歉，我说话太硬了，让你伤心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你是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不应该让你花谢，那么不人道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。还记得我和你说的，你要做美女的自觉，美女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替你着想，是我太幼稚了。你说谁还不生个气呀？那总不能因为一有分歧，我转头就走吧？你这么骄傲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爱我，怎么可能认识我妈呢？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绝对不会。但是我妈这事儿也得容我琢磨琢磨。给我1个月的时间行吗？就1个月。其实我是真的舍不得你。但一想到我们2个都不是你妈的对手，确实。怎么办？或许我可以向一个人求教。打电话。你是不是该换成我的频道了？许妖精，他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剑走偏锋，可是这种坏蛋想出的主意，咱俩做得到吗？我觉着这事得找一个结过婚的，而且有那种难对付的婆婆的人。可是像我这种这么不传统的人，也想不到办法怎么对付你妈。不求教小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愿他能有好主意。
起床前来我家，有个问题需要求助，我想你应该有独特的思路。哇！我若是一大早发微信把我给吵醒了呢，我一看微信，原来是你找我个求助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太好的机会了！你居然会求助，你怎么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找我呀？包大哥，麻烦你转过身去，然后用2个手堵住你的耳朵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听到没有？你说，是不是让我教你怎么勾引包大哥？你别闹了，快进来。你俩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天哪，这个沙发皱成这样，你们俩刚才在上面干了什么？老实交代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干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手在干嘛呢？别闹了，是真的有事情要求教你啊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先坐下来再说。坐下来再说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他的妈妈人很强势，总是干涉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让他干涉过多，包子其实也没有办法对付，那就只好讨教你喽。原来你是这样的，包总。好吧，能扛包总的笑话，牺牲点睡眠，那也是值得的。怎么会对付不了呢？具体说明一下，我好对症下药。虽然啊，我没有对付婆婆的经验，但是对付爸妈，你们算是问对人了。你说，说吧，你说，说嘛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妈她听到了别人的谣言，到了上海大闹一通，惹得我们都很不高兴。我替安迪分辨了几句，她不但不听，反而责怪我受了安迪的迷惑，回到家不吃饭不睡觉，差点进了医院。然后呢？谈恋爱本来是我跟安迪2个人的事情，那我们2个人的意思，不希望解释那么清楚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但是你心一软就什么都说了。明白了，包总啊，原来你是被你爸妈给欺负大的。爸妈呀，是这个地球上最不讲道理的生物，他们什么道理都不讲，就让我们服从他们，凭什么呀？对付这种人啊，只有一种办法最有用，那就是比他们还不讲道理。你妈对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直接跨过前2步，奔善道去，简洁又高效。你说吧，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打算再待2天。我劝你啊，现在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去。记住，先发制人，回去跟你妈说，由于她这么一折腾，你跟安迪分手了，你现在失恋了，痛苦难过，卧床不起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也不太方便再教唆你更多喽。可是我也觉得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。他妈妈可以一时不提，但是他怀揣着这个心病，加上失眠生病，更加的萎靡下去，包子也不可能不管。No， 你们实在是太小看父母了。他们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？尤其是包总你的父母，他们俩可是白手起家到现在，这点小事他就承受不了了。不可能，你可千万别被你妈的哭戏给骗了。妈妈们演起哭戏来，那影后都演不过他们。他们俩就是贪心，就是想控制你。OK？ 还真有点道理。以我妈的性格，只要她不想闹，没人能闹得着她。没错，你妈这次完全就是跟你胡闹，她就是想让你顺服她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退让，只要你退一步，未来后患无穷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们俩就应该把规矩给立好，断了他们的念想，掐了他们的贪心，未来大家相处反而会相安无事哦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就是这句话，谁狠谁老大。包总啊，你开窍快，但是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并不代表你做得到。就像我们家樊大姐，
人啊，有些时候啊得下点决心，否则黏黏糊糊的，反而什么事都做不到哦。我能。主任，有何吩咐啊？我已经到办公室了，你快到了吗？快到了。你放心，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进入到了备战状态，随时准备开始实施计划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假装自杀了。我觉得这想法很幼稚，而且你妈那么精明，你要想骗过她，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？所以这个计划结束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？不会因为我妈不讲道理，再轻易的跟我分手啊？不会。安妮，你愿意因为我放弃自己原本非常坚持的主张，是不是说明你爱我比之前多一点？我对我们的关系要更踏实一些。你不踏实吗？我活到现在有太多的理所当然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之前是我追着你的影子，你爱答不理，之后又因为我妈张口就跟我说分手。你以为我妈回家跟我说，你根本就没有跟我结婚的打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应该郁闷，我不应该沮丧吗？对不起。不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现在能这么做，都是在为我考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妈你交给我来约束她。我这种人，就算是真的自杀，只要是没断气儿，也无法取信于人，天生就没这气质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小曲倒是给了我思路。我会选择其他的途径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对你这么重要，我必须做到。你也相信我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也不想牵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你懂吗？我弄错了，你爱我不只是一点，是很多。主人，你绝对不会所托非人。待会儿就做个青菜就成了啊！快点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跟安迪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怎么出问题了？哎，好好的说句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您就别问了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能不问吗？是不是他还在生我的气呀？您到上海去，
怀疑他这个，怀疑他那个，他心里头能舒服吗？我就替您说了2句好话，我说我已经告诉您魏国强跟他的关系了，也说了您保证不再去叨扰他了。可是没想到效果更糟。哎呦，你替我说什么话呀？你之前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我原来不是误会他了吗？哎呦，他心里对我有怨气也正常。但我不能由着别人说您不好吧？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什么别人呢？那不是别人呐，那是我儿媳妇。行了吧？哎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安迪是从国外长大的，他受不了别人干涉他的生活，那总不能因为这个我让您受委屈吧？既然你们双方都不能调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那我还不如跟他分了呢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说分手就分手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你难得找到像安迪这样的人，她可不像外头那些妖艳的女孩子。行了，你以为我想跟安迪分手啊？哎，我去收拾2件衣服，这几天就在公司住。儿子，宝宝。你说咱们这个儿子，跟别的女孩子吧，都挺有招的，就是面对这个安迪，他怎么就傻掉了呢？那都不是为了维护你吗？哎呦，我用他维护吗？我就是希望他能给我领回个媳妇。这安迪我是认定了，在国外名牌大学毕业，又有能力，以后包包接管了家业，他一定能帮上忙。还有他那个老爸魏国强，打住哈！以安迪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啊，他肯定不愿意跟魏国强有什么来往。倒是你呀，你看包包之前跟安迪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就要他们2个分手。好了，现在都已经分手了，你到现在还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不是因为我才分手的吗？又不是他们俩没有感情了。我见包包啊，对安迪是认真的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把这个儿媳妇给我追回来。你就别再瞎折腾了，好不好？听我一句话啊，儿子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，别什么事儿你都想控制，好吗？啊，这大了，儿子都是大活人了，你管不了的。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管吗？那咱们这儿子是这个性格小鲜肉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啊！好，那个陶行长今天到上海来，约了几个朋友跟他见面。你现在去上海，要叫司机，太危险了啊！不用了，我自个儿开去。啊！哎呦，多危险！叫上司机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不像你的风格。我给你买早餐过来，顺便八卦一下，你跟包公子到底怎么样了？你猜？进来吧。所以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包总看上去挺厉害，原来又是个样子货呀。这样不行啊，他妈妈肯定还会去找你的。毕竟是他妈妈，他再狠能怎么样？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。我都跟包子分手了，他找我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啦。
包总上次说误会已经解除了，只要包太太脑子没有失常，他就肯定推算得出找你是最佳的选择。再说了，包总一直是由他妈罩着的，他肯定看不了他儿子受失恋之苦。你还别不信啊，这方面我门儿清，从来都没有失算过。好，我就看你这个小妖精算得准不准。对了，八卦完了，我们说正经事儿。外贸这一块啊，我现在已经渐渐开始上手了，已经跟王百川签订了合同，长期合作的。这方面你要多多指点我哟。你跟王百川签什么合同啊？你们家本来就做建材生意的，你爸爸也有工厂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的跟他合作？你忘了那回我们送樊姐老爸回老家那一次，就是王百川喝多了出来把酒抠掉，再回去接着喝的那次。我记得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拼命了。不过也是，他压力大。樊大姐跟他年事已高，买房结婚都靠他一个人。喂，你确定不是为了调戏樊小妹啊？我调戏他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？我当然可以把事情交给我爸爸集团的人去做，但是那帮大爷吃的多拉的少，干出来的活也不见得有王百川这种个体老板来的负责。不如拉他一把，互惠互利。小曲真这么说的？这家伙成长不少。分包的好处就是责任层层分配，利益随责任分割，交给王百川，在管理上权责会比较清楚，比交给自己人更有效。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啊？你没错。不过这事儿如果换成曲妖精的话，他肯定不止这一点考虑。做实业跟工厂接触的这一部分是最繁琐的一环。小曲从小在家里头耳濡目染，他当然知道分割一点小利益，让别人冲前头、吃拳头、拿零头的道理。再有，他这爸爸手底下不是没有人，但是未必会听他这小丫头片子的。与其花大力气去调遣那些养尊处优的旧臣子，还不如把生意分给像王百川这样的新人，既有效率又听话，还能培养自己的新势力，是这个理吧？ Oh my god！ 你们这几个真是家学渊源的狐狸精。这么看起来，我真的是跟数字打交道更有安全感。哎，我呀，真没他那么聪明。我做工厂搞研发，其实就是吃拳头拿零头的傻子。我还真想做出点成绩来，宁可笨一点，我要脚踏实地，绝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。这有时候笨点儿比聪明要好，他踏实。你像曲妖精这种，虽然资质很好，但是他小心思太多，大智慧少，长此以往，他会吃亏。有道理，我会把你的话转给他的。不说了，我要到了。你尽管跟他说，良药苦口。还有，我很想你。所以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我已经跟你分手了。我知道。拜。拜拜。下一个季度的预算出来了 ，PC 和手机业务会大幅削减。北京分公司想申请增加新的预算，被我驳回了，因为我认为在完成对红星的收购之前，不应该再批新的预算。既然交给你了，你决定就行，不用向我汇报。谢谢。还有啊，这周要跟包氏开会，需不需要派别人去？不需要。这么专业啊？你不用勉强自己的。我跟包一凡，我们和好了。这个茶真的很香啊。不怕他妈妈搅局了？小曲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，所以我现在跟包子在假装分手。想逼包太太就范，不过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有点困难。我知道，我自己愚蠢地选择了一条畏途，就像鸵鸟一样，情愿把头埋在沙子里，
不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看来你很爱他。不过老实说啊，这不是我熟悉的安迪的态度，有些……什么？不负责任？不过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来想，也能理解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要么自私，要么自残，两者必选其一，别无他路。所以作为朋友，我支持你自私一点。包太太，接吧，既然选择了，就勇敢面对。那我出去接。楠楠啊，我现在到上海了，我可是专程来看你的，顺便办一点小私事。现在11点多了，咱们俩一起吃个午饭吧。不好意思，包太太，我现在在工作，我没有空。哎，楠楠，你们俩现在怎么了？是不是包包欺负你了？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回头就找他去算账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没有空。安迪。Hello， 安迪呀，我们娘俩真是命苦啊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赶到上海来吗？我丈夫他先到了上海，有人跟我说他已经进了女人的屋，我赶过来就是想看个明白。这种事我根本就不敢让儿子知道，在儿子面前，爹妈还装得感情挺好的样子。如果这件事要是让儿子发现了，他肯定跟他爹没完。我儿子是最重感情的人，我真没有想到我给他闯祸了。楠楠，对不起，我只知道像老母鸡一样的护着自己的儿子，我没有想到伤到了你，我真的是好后悔呀！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道歉，你才能原谅我呢？啊？哎呦！哎呀！喂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出车祸了！严重吗？哎呀，是追尾！哎呀，吓死人了！我天哪，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呢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先不要慌，赶紧报警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，我过来接你。好，我这就微信发给你。有诈！我妈这回去肯定有诈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不去了。不是，她万一要是出车祸了呢？这种事儿平时都是家里司机打理的。我妈这回去上海肯定是不想让我爸知道，一定没带司机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找别人去处理吧，你甭管了。我先去看看，然后把你妈妈安全送到酒店以后再说。哎呦，有默契。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，谁让咱俩是一对儿的？不是你到了那儿，然后一定要记得给我发微信啊。还有，这事儿你就不要参与了，甭管是真是假，它不合适。我明白。你见着我妈呀，一定要谨慎。你那点小心思很容易就被她看穿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咱们俩现在是分手状态。
知道了。那行，我等你电话啊。OK。哦，好累啊。我看到你妈妈了，你放心吧，人没事，我过来接她了。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我看到你妈妈了，你放心吧，人没事，我过来接她了。嗯，好嘞，谢谢亲爱的。别过来！楠楠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楠楠，咱们去这家饭馆吃饭吧，好像离这儿不太远吧？这么早吃饭？饿了吧？我们去吃东西。楠楠，我真喜欢你这么有教养的女孩子。遇到这种事情，不出声就是最体贴。安迪，你喜欢吃什么菜？是荤的还是素的？我都可以，我平时吃荤比较多。太开心了，你也喜欢吃荤的。哦，要一份这个土鸡烧鲍鱼啊。好的。我真的不喜欢那些小姑娘，吃的跟鸟一样多。一听说吃荤的，就跟杀他们的头一样。这个再来一个。嗯，好。这个要一份，2份汤。好的。 OK 了。请稍等。 安迪，刚才让你见笑了，我一会儿说激动不起来，一会儿又掉眼泪的，真是出尔反尔。我们这代人呐，活得不爽气。过去穷，没钱，什么事儿也做不成；现在有钱了吧，又束手束脚的。你们现在多好啊，自己经济独立，不喜欢了，一拍两散。 真的好羡慕你们。楠楠，你说那个老鬼和那女的，他们吃完饭以后会不会？老鬼几年前跟我闹离婚，我死活不同意。别人还以为我放不下家产，其实我是为儿子放不下。我要是离婚了，等新人进门，生个一男半女的，老鬼肯定把大儿子忘了。我不能图自己的清静，让儿子吃亏呀。 我一定要霸占这个位置，不让我儿子吃亏。这些年，我把婚姻这种事儿已经看得很淡很淡了。可我今天看见他们，
我真的还是不好伤心。古话说得好，宁要讨饭娘，也不要做官的爹。即使做娘是讨饭的，一定会让儿子先吃饱，不像当爹的，为了女人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这个岁数，我不怕离婚，我最怕我儿子拿不到他该拿的。我不计前嫌，照顾老鬼开刀做手术，我几天几夜的不睡觉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都是为了儿子。老鬼被我感动了，不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找外遇。可我今天，我为什么非要跑到上海来？看个清楚呢？看到对面掩面而泣的包太太，安迪不知如何劝解。这个看似强势精明的女人，并非一无所知，甚至早有防备。她为自己的心筑起坚实的堡垒，可包袱依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击破。也许在很多个夜深人静里，包太太都像现在这样伤心痛苦，却只能独自哭泣。哟，小老太太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哎妈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啊？逛街，安迪陪我一起逛街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您跟谁？安迪？这次可不是我逼他啊，是他心甘情愿的，护送我到宾馆，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安排。需不需要接送什么的？你知道吗？他对你呀还是有感情的，你们还是有挽回余地的。之前呢，我真的不是太了解他，通过这一天下来呀，我觉得他人非常好，他是面冷心热，知道照顾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他了啊。不是妈，您喜欢已经没有用了，我跟安迪已经分手。您就别瞎掺和，行吗？怎么是瞎掺和呢？我是在帮你们创造机会。等我一走，你马上给人家赔礼道歉，趁热打铁，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番心意啊！不是，虽然您是我妈妈，但是凡事咱得讲个道理。当初我不让您招惹安迪，是您查来查去把人惹毛了，现在让我道歉，他合适吗？他不合适。不说了啊，哎，他过来。啊，方太太，方太太，咱们以后找机会聊啊，再约吃饭喝茶的。拜拜，拜拜。您这到底是张太太还是没礼貌？哎呀，安迪，你看这衣服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衣服都挺适合您的。适合我？那你帮我参谋参谋，这件，还有这件。主人，您是在和一位中年妇女逛街吗？哎，不能发语音，回头让我妈听见了。你是？安迪啊，给我个建议，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呢？啊，我觉得深色这件吧，这件会显得人修长一点。我去试试啊。在逛街。
哎呦，儿子，安迪很有耐心的陪我选衣服，养你这个儿子我真是白养了。10年你都没陪我逛过一次街，这个我就不说了。接下来你约安迪逛逛街，是女人呀，都喜欢买衣服买包的。妈，您是想说包治百病吗？没用，我还姓包呢。我跟安迪已经分手了，以后没机会逛街了。你母亲还是挺有主见的，她让我帮她选衣服，我帮她选了深色，不过她还是选了她更喜欢的。那不叫主见，那叫固执。啊，那个你小心点啊，别让我妈看见微信，回头再穿帮了。安迪啊，还是你的眼光好，这件是显得臃肿一些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我再试试这件。好。哎，刚才我看见你在看手机，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没有没有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啊，那我去试试啊。我发现呀，安迪电话来往频繁，可能是有别的追求者在追他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安迪软化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好像你妈妈发现我在发微信，小心穿帮哦。你一定要约他，逛逛街，吃吃饭，喝喝红酒，喝喝咖啡，一定能摆平的。如果不行，你就不要说是我儿子了。这将来要是这2个人联起手来，肯定没我好日子过。安迪，我就这2件了啊！啊，缇娜，只选上这2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安迪，真的没有看上他们任何一件吗？不用了，谢谢，没事。哎 ，no， 我看那件还不错，挺亮的，特别适合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其实我平时很少买衣服的。哎，你真为我省钱。我先打个电话啊。好。现在查出来没有？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赶快走人吧，换一个能查的上来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安迪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要不一会儿我早点送你回酒店休息。不，安迪，待会儿还要麻烦你。再带我去一个地方，安迪，你可不可以陪我？如果有人陪我，我觉得不会那么凄凉。这就是我心腹找到的地址，是老包给他小三儿买的房子。这地段，这环境，没个2、3千万是下不来的。包家家大业大，家大业大也是我们俩一起拼下来的，再少的钱也是我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他这儿挪走2、3千万，那儿挪走2、3千万，得挖走多少我儿子的江山呢？我就说，不会没有破绽的。你力度再大一些，一定要查到他自乱阵营，要把这个人查出来，不然绝不罢休。安迪，传授你一招，你还年轻，管住男人的钱包，他就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与其让自己气疯气死，不如让男人急死急疯，
做女人一定要想得清楚，太对男人好的女人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就像我。他出来了。他一会儿准去我入住的酒店入住，再假惺惺的用房间里的座机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多没意思的一家人呢，你算我，我算你的。安迪，你也看到了，夫妻不同心，就是这样的惨状。我知道，你和我们家的包包是一心的，你们感情非常好。你们年轻人，不要因为一点的矛盾就分手翻脸的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才懂得爱情有多么的宝贵。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们家包包啊，特别的纯情，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，但是她对你是一心的。你包容她一点点的粗心，她会10倍、100倍的回报你。谢谢您，我送您回酒店吧。好吧，辛苦你一整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谢谢你才好。刚才给你买衣服，你又不肯接受。待会儿你就送我到酒店的路口就回去吧。老包是个老狐狸，也许酒店的招待告诉他我已经入住了这个酒店，他一定会在门口埋伏，看看是我的哪个朋友在帮我。你系好安全带。哦，走吧。你妈说你特别纯情，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孩相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妈是不是真的不了解你，还是说她在照顾我的情绪，故意说瞎话？谁让咱们俩认识那么晚了？在你之前，那都是将就。哎，话不要说太满啊，小心闪了舌头。不过今天跟你妈相处一天，我真的觉得她很爱你。而且现在你爸和你妈之间这种关系，你要不要帮忙啊？别，我求你，你帮不上什么忙，你就继续扮演我的前女友，千万不要表现出对我有一丝的同情。我妈不好对付，别前功尽弃。安迪当然明白，这是包太太的一种示弱手段。她把自己的脆弱和难堪都毫不掩饰地摆在安迪眼前，她甚至不惜让安迪去同情她。包太太的伤心哭泣是真，尤其那句“宁要讨饭娘”，安迪对她再也强硬不起来。安迪在包太太身上看到了母爱，这种天性可以让包太太为了保护自己儿子做任何事情。她不禁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安迪，哎，能陪我聊会儿吗？当然。走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人，身边也没有照顾她的亲戚。那我是怎么长到3岁的呢？我没有被饿死，没病死，没有被车撞到，甚至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。除了大难不死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？我因此甚至怀疑魏国强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你现在在怀疑什么？今天我听到包太太说过一句话：宁要讨饭娘，不要做官爹。我才突然意识到，
我可能错了。可能我也享受过母爱，正因为这种天性，才能让我存活下来。虽然我的母亲是一个那样的妈妈，但她依然是一个好妈妈。安迪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就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我原来觉得自己已经够惨了，跟你比起来，真的不算什么。其实我今天真的还挺感谢包太太的，要不是她那些话，我根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面对我自己的过去，让我重新想起我的妈妈。原来我也被爱过，就像包妈妈拼命去保护她的儿子那样，我也被保护过。哎呀，包太太显然是把你当成儿媳妇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不相信我自己有控制爱的能力，但是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有舍不得。在我看来，你是爱惨她了。爱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时时刻刻为他着想，想跟他在一起，即使中间有不少痛苦，但是跟失去他相比都不算什么。就像小蚯蚓对应勤，或者是你对王百川。啊，